我被他的白月光毒哑，当着他的面跳下宫楼。睁开眼，我重生回了与他洞房花烛的那一夜。这一次，我变回了曾经高高在上的王姬，而他是我的赘婿。我想也没想，一把打翻了交杯酒。我要休夫，这辈子嫁猫嫁狗嫁街边乞儿，我也不会嫁你谢艳如。宫人们都说皇后疯了，自从她误食毒果后，声音就变得嘶哑难听，如同老妪。许是这样的打击太过沉重，她开始变得疯疯癫癫，常常半夜爬到屋顶，赤着脚站在月亮下唱歌。那歌声自然是无比刺耳难听的，再不是从前的婉转莺啼，一曲动圣都。满宫的下人们叫苦不迭，又得了景妃暗地里的命令，不去管钟离皇后的死活，任由她疯疯癫癫下去。一时间，偌大的皇后寝宫，孤寂幽森，竟跟个冷宫无异。这一年开春，燕帝大败赤奴人，领着浩浩荡荡30万大军得胜归来。他一路风尘仆仆，铠甲都来不及脱下，回宫后就直奔皇后寝殿。朕回来了。谢艳如是在后院找到钟离雪的，她站在屋顶上，赤着脚踩在夜风中，单薄的身子晃晃悠悠，好像稍不留神就会掉下来一般。周遭风声飒飒，她却还在用嘶哑的嗓音哼着家乡的曲调。谢艳如眼眶忽然一涩，皇后，朕回来了。她又说了一遍，放柔了语气，仿佛哄稚童一般，你嗓子的事情朕都知道了，你别怕，朕会找最好的御医替你医治，你会好起来的。顿了顿，她深吸口气，一定会的。屋顶上那袭红衣随风飞舞，望向月色下的男人，唇边含笑，目光却冰冷如刀。谢艳如，多年夫妻，你还要在我面前惺惺作态吗？如同老妪般的声音在风中回荡着，字字句句直戳人心。满宫都传我误食毒果，疯癫害己，可你岂会不知，那果子生于我家乡水岸，色泽独特，我自小精通药理，又岂会傻到自饮毒药呢？你明明知道是谁害了我，宫中遍布你的耳目，你心里再清楚不过，是谁领着一帮宫人闯进我寝殿，硬生生按住我，强行给我灌下那毒果能知的，你竟还要在这虚伪作态，佯装不知吗？你不过是想护着那人，护着你心头唯一所爱，不管他对我做了什么，你都不会去追究。我这个皇后本就形同虚设，每天暴毙于寝宫都未可知。红衣飞扬，钟离雪唇边勾起了一丝嘲讽的笑意，轻渺渺说出来的那句话却叫谢艳如脸色一变。既然如此，你便不要在我面前假惺惺的演戏了，我嫌恶心。夜风那样凛冽，一下下带着透入骨髓的寒意。皇后，朕。谢艳如沉默许久，在开口时已变换了称呼，智娘，这些年是我亏欠你太多。她用的是我，不再是朕。而智娘也是钟离雪曾经的闺中乳名，亦是谢艳如曾对她的爱称。可自从她亲族尽失，谢艳如也摘下了虚伪的深情面具后，这世上便再也没人这样唤她了。如今再听到这声智娘，她只觉得扎耳万分，无比讽刺，她可不就是天真可笑，幼稚至极吗？谢艳如，你凭什么？当年乱世之中，你来投奔我父王，做了我钟离家的一个赘婿，靠我爹的兵力成为一方霸主，荡平四海，如今甚至还做了皇帝，坐拥了天下。你踩着我钟离王室的累累白骨，一步步爬到了今日的位置，一个靠处心积虑欺骗女人来上位的赘婿，到头来居然称了帝，你说这是不是世间最大的笑话？赘婿二字是谢艳如最不堪的一块逆鳞，她永不愿提及，钟离雪如今却当面揭开了她的伤疤，狠狠地讥讽着她曾经卑贱的过往，可她脸色煞白下，却不能说一个不字，只因她口中所言皆为事实。月光照在那袭红衣身上，她唇边笑着，眼角却流下了泪水。这些年，不是你亏欠我太多，而是我太蠢，蠢到以为你对我是真心，蠢到以为只要我一直守在你身后，无怨无悔的付出，总能等到你回头看我一眼，但我错了，大错特错。仿佛是一声最后一次的宣泄，带着一股不管不顾、歇斯底里的癫狂。钟离雪仰起了头，挺直背脊，周身衣裳迎风飞舞，眉宇间陡然升起一份与生俱来的傲气与清贵。谢艳如，我生于钟离王室，父母亲族自幼将我悉心呵护，教我琴棋书画、王规礼仪，教我如何做个全天下都无可指摘的名门贵女，可他们却从没教过我人心叵测、欺骗利用，世间最是薄情负新郎，什么白首不离的誓言，
统统可笑至极。遇见你谢艳如，是我钟离雪这一生最大的不幸。凄厉嘶哑的声音回荡在夜色中，谢艳如忽然察觉到不对，上前一步，呼吸有些紊乱。智娘，你下来，上面太危险了。宫殿的屋顶那样高，大风烈烈间，钟离雪最后回眸一笑，凄美动人。好，我下来。她张开双臂，大红的衣裳簌簌飞舞，宛若一只轻灵的月蝶降落夜空，带着一种莫大的解脱，毫不留恋地坠入了风中，如同一面铜镜轰然破碎，天地间只传来谢艳如那撕心裂肺的最后一声智娘。仿佛做了一个极长极长的梦，钟离雪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时，只看到头顶的红绸喜字，一道俊美颀长的身影握着交杯酒，情意绵绵地想要吻上他的唇。郡主，从今日起，我们便是夫妻了。那张脸英俊无匹，又满带柔情，认识天底下什么样的女人都无法抵挡，却只有死过一次的钟离雪知道，眼前这个男人有多么心狠手辣，可不如丝。他身子一激灵，打翻了酒杯，狠狠推开了错愕的谢艳如。别碰我！一切都那样真实，不是阴曹地府，也不是梦境虚妄，即便太过匪夷所思，但钟离雪也的的确确在这一刻回到了10数年前，他刚纳谢艳如为王婿的那一夜。他重生了，在他心如死灰，决绝纵身自尽之际，老天爷竟然又不可思议的给了他一次机会，一次从头再来的机会。郡主！一身新郎喜服的谢艳如试探的唤道，钟离雪却将他伸过来的手狠狠打开，他灼灼目视着他，语气中带着刻骨的恨意。别装了，你心里明明只有一个方景，不情不愿做了我钟离家的赘婿，真当我无知可欺吗？收收你这张虚情假意的嘴脸，不嫌恶心吗？当年那个天真温婉的少女，是绝不可能看穿谢艳如深藏的企图，更不可能对她说出这样的话。那张俊美的脸上满带愕然之色，钟离雪却厌恶至极，一刻也不想与她多做纠缠，只是站起身，一把摘下了头上的凤冠。我要休夫！不，我们根本还没完成仪式，你算不得我的夫婿，我今生就算嫁猫嫁狗，嫁给街边请，也不会嫁你谢艳如。他恨恨摔了酒杯，正想再脱掉身上嫁衣时，纤细的手腕却被床边的男人一把扣住。他神情异常无比，甚至眸含泪光，似乎压抑着无限翻涌的情绪，在红烛摇曳间轻轻唤了一声智娘。这一声直叫钟离雪如遭雷击，瞬间脸色大变。他与谢艳如成婚之初，他从未这样叫过她，一直恭敬地唤她郡主，是后来两人情到浓时，他才改口唤她智娘。一个诡异的念头霎时在脑海中浮现，而下一瞬，谢艳如的话也证实了他的猜想。智娘，你回来了，你也回来了吗？如同魔怔了般，谢艳如眸中波光闪烁，一直喃喃着不肯放开钟离雪的手，仿佛重获至宝，害怕再度失去。钟离雪却是遍体生寒，踉跄后退间，奋力挣开了谢艳如的手，他什么也顾不上，只带着满心的惊恐与慌乱夺门而去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，那个魔鬼竟也随他而来，阴魂不散，他再也不要与他纠缠一世了，他定要改变命运，这辈子不再重蹈覆辙，凄惨收场。慌不择路间，钟离雪原是想去见他父王，叫他收回这桩婚事，却在长廊处豁然听到了一声马鸣。这一下瞬时勾回了钟离雪尘封久远的记忆，他目光一亮，心中只浮现出一张俊逸非凡的少年面孔。宁宇，月挂枝头，烟花漫天，王姬大婚之夜，府中哪里都是热热闹闹的，却唯独一个地方冷清无比，只有少年守着他的白马。宁宇是钟离王府的家生奴，父母早逝，他负责看守马厩，替王爷悉心喂养着他最爱的战马。府里谁也不知道，这个向来沉默寡言的少年，有个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秘密。大小姐，这是令他日日夜夜魂牵梦萦的3个字。他深深爱慕着她，却因身份悬殊，只能远远望着她，将一切藏在心底。今夜他大婚，他心中苦楚难言，只能在小院里独自舞剑，听着白马的长鸣，感受着那痛彻心扉的凛冽寒意。府里鲜有人知，其实宁宇天赋异禀，一身好武艺，还爱看兵书，身在马厩，却心在军营。少年满腔热血，他也有着跨马杀敌、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，奈何家生奴的卑贱身份桎梏了他，他哪里也去不了，只能将一身本事藏于马厩。但明珠蒙尘，
总会有发光的一日。上一世的宁宇，后来终是上了战场，在四方割据的乱世之中，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天下。他跟谢艳如实力相当，还曾谋划过要将钟离雪从谢艳如身边带走，只是那时的钟离雪还沉溺在自欺欺人的假象之中，不愿意跟宁宇走。这一错便错了一生。如今重活一世，钟离雪自然看得清清楚楚，知道谁是真心，谁是假意，谁是匣中玉，谁是山中狼，他绝不会再错一次了。月光皎皎，少年舞剑的身影俊逸潇洒，却始终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寂寥。直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夜风中遥遥传来，宁宇。少年抬头望去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嫁衣如火，美人倾城，迎风向他奔来，烟花之下，这一幕灿烂绚丽的像一个梦。宁宇手中的剑差点掉落在地，直到少女奔上前，紧紧握住他一双手时，他才如梦初醒，不可置信地颤声道：大小姐。钟离雪一路奔来，气息还未稳，但一双眼眸却明亮如星。在他身后，谢艳如也率人紧随而来。一帮人才落定，便听到少女清脆如铃的声音在月下俏生生地响起：宁宇，你愿意入赘钟离王室，做我的夫婿吗？这句话简直石破天惊，叫在场所有人都傻了眼。一袭喜服的谢艳如更是陡然握紧了双拳，铁青了一张俊脸。大小姐，我……宁宇疑心自己听错了，他一个家生奴，岂敢肖想王姬？又怎配呢？钟离王因旧疾影响了身体，难以孕育子嗣，老来才得了钟离雪一个女儿，是以他身份尊贵无匹，只得招婿入门，但下的孩子会是钟离王室下一任继承人。这个赘婿的人选极为重要，老王爷千挑万选，才在天下英杰里挑中了谢艳如。只是谁也没想到，在这大婚之夜，郡主竟然要一脚踹了谢艳如，另择赘婿。宁宇，你愿意吗？一袭红嫁衣的少女目光灼灼，又问了一遍。还不待手足无措的宁宇开口回答时，谢艳如强自按捺的声音已在夜空下响起：郡主。他快步上前，想要按住钟离雪的肩头：郡主，你饮醉了，快跟我回去吧。手还未碰到那身嫁衣，少女已拔下头上金钗，回身狠狠一划。谢艳如猝不及防，手上登时多了一道鲜血淋漓的伤痕。滚开！钟离雪怒声喝道，眼神中充满戒备与恨意。周遭哗然，谢艳如却面不改色，按着那只鲜血淋漓的手，依然一步步上前。不知我哪里惹得郡主不快了，盼郡主再给我一次机会，随我回去完成大婚吧。夜色之中，他衣袂飞扬，定定望着他，话中有话，似要将一颗真心捧给他看般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再做错事情，惹郡主生气了，我会一生一世待郡主好，倾我所有，以命护之，绝不令郡主再受到一丝伤害。如有违背，必遭天打雷劈，身死魂灭。字字句句真切无比，听在钟离雪耳中却是那般讽刺。他抓住那金钗，决绝抵在了谢艳如胸前。站住，别再靠近我！美眸之中已有泪水泛起，夜风拂过他们二人的喜袍，经年往事仿佛化作无数碎片，在他们之间扑簌飞舞着。浓烈的目光对视之中，那是旁人无法看懂，却只有他们自己才心照不宣的复杂情绪。谢艳如，你的誓言我永不会再信。嫁衣翻飞，金钗刺入血肉中，伴随着少女的一记恨声。我说了，我不会纳你为婿，仪式尚未完成，你我毫无干系，你给我有多远滚多远，我今生今世永不愿再看见你。谢艳如吃痛吸气，却一步未退，只依然定定望着钟离雪，她双眸渐渐泛红，忽然低沉唤了一声，用只有她能听见的声音：智娘，我错了。一道烟花当空炸裂，映亮了他们彼此的脸庞。钟离雪竟有一瞬间的恍惚，握住金钗的手都微微一颤。还不待他稳住心神时，远远的闻声赶来的老王爷已惊声喝道：智娘，你在做什么？快住手！流言仿佛一夜之间就传开了，坊间都道尊贵任性的王姬看上了府中一个年轻马夫，为此竟不惜刺伤了准王婿，那个天下无数女子都倾慕不已的少帅谢玉郎。这少帅谢玉郎指的自然就是谢艳如了。他虽是入赘钟离王室，却也出身名门，有头有脸，并非籍籍无名之辈。谢家虽在乱世之中已然没落，但谢艳如仍凭一己之力强撑着一支谢家军，打出了少帅的一方威名，
他麾下更有飞云13骑，个个骁勇善战，对他忠心耿耿，是他莫大的一股助力。钟离老王爷能挑中他，绝非偶然。天底下没有比谢艳如更适合的入赘人选了，他文韬武略样样精通，家世门第也不如我钟离王氏，更遑论那飞云13骑了，能为我所用，助我开疆辟土。你去哪里再寻这样一个十全十美的赘婿？望着跪在身前坚决要休夫的女儿，老王爷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。明明你之前还非她不嫁，怎的一夜之间就改口了？那马夫究竟给你下了什么迷魂药？你竟为了他要舍弃一个谢玉郎？什么谢玉郎？明明是中山狼，父王贪他的好本领、好家世，贪他那飞云13骑，却没想过引狼入室，日后反被他咬上一口吗？若非亲身经历，世间谁能相信重生之事呢？无论钟离雪说什么，老王爷都以为他在胡言乱语，甚至以为是宁宇暗地教唆，迷了自家女儿的心性。够了，你再多说一句，我现在立刻就派人去宰了那马夫。老王爷终是忍无可忍，怒目喝道：本王心中认定的女婿只有一个，就是谢艳如，这桩婚事天下皆知，绝不可能更改，你那也得那，不那也得那。再要任性胡闹，就等着替那马夫收尸吧。钟离雪被暂时关了禁闭，为着宁宇的性命，他不敢再有什么动作，只能另寻他法。这期间，谢艳如倒是日日来看他，却都被他粗暴地赶出了门，甚至有一次，他还用他送来的砚台狠狠砸青了他的额头。直到那一日，谢艳如带来了一个消息，老王爷要上战场了，而钟离雪将作为王姬，同他的王婿谢艳如一起去神庙为这场战事祈福。这是上一世就发生过的事情，钟离雪却听了脸色陡变，只因这场大战中，他父王被敌军俘虏，后来谢艳如带飞云13骑前去相救，人没救回来，却带回了一具尸骨。钟离雪悲惨的后半生，便是从这一刻开始。老王爷一死，钟离王室大乱，谢艳如兵权在握，又有雷霆手段，很快就稳住了局面，更是恩威并施，夺得了人心。可怜那时钟离雪还天真无知，只将谢艳如视作他丧父之后唯一的依靠，却全然不知，正是他的狼子野心，才会令他的父王惨痛丧命，才会令钟离王室分崩离析，才会令自己从高高在上的王女，沦为他背后的一个傀儡。被他骗，被他利用，更被他真正所爱的女人一次次伤得体无完肤。一想到这些前尘往事，钟离雪便恨不能将谢艳如碎尸万段。你敢对天起誓，我父王当真是死于敌军之手吗？你带着飞云13骑奔赴战场，究竟是去救我父王，还是去取他性命的？面对钟离雪的质问，房中的谢艳如沉默了。钟离雪眼眶霎时红透，一记耳光狠狠扇去。你这畜生！谢艳如没有躲闪，只低低说了一句：智娘，对不起。这一世的他似乎总在向他认错，但他早已不再信他，认定一切皆是他的伪装。你放心，我有办法不让你父王上战场，我会替你保住他的。即便是亲耳听到，钟离雪也依旧难以置信。他愣了愣后，第一反应便是：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谢艳如是个从不肯吃亏的人，若要出手，必是一场交易。可这回谢艳如的回答却令钟离雪意想不到。若我说我想赎罪，想和你从头开始，再次得到你的真心呢？低沉的语气中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哀伤。钟离雪疑心自己听错了，她挑起长眉，几乎是嘲讽般的笑了一声，这里又没外人在，你这副深情款款的模样，究竟要做给谁看呢？他再也不会傻到以为谢艳如是真的爱他，真的将他视若珍宝，不忍伤之一分。他对他明明只有欺骗和利用，又哪来的半分情谊呢？听着钟离雪尖利的讽刺，谢艳如苦涩一笑，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她只是忽然抬头道：智娘，你难道就一点都不好奇，我为何会随你一同重生吗？钟离雪一愣，是啊，若是上一世的谢艳如好好活着，又怎会出现在这呢？你莫不是要告诉我，你还为我殉情了不成？钟离雪冷冷一笑，唇边讽意更甚。你又怎知不会呢？谢艳如站起身，唇角微扬，钟离雪一怔，仰头意外地看着他，那张脸俊美无愁，依旧是曾经最年少风华，刻在他心底最深处的模样。智娘，无论你信与不信，但我都无比庆幸，这一世能与你从头来过，我会证明给你看，我们之间的命途必将改写。我不再是那个无情无心，百般伤害你的燕帝，
你也不会成为那个被毒哑嗓子，最终走上绝路的钟离皇后。5. 老王爷或许是真的喜爱谢艳如这个女婿，只因他夜观天象，提出由老王爷坐镇都城会更利于战事。老王爷不知怎么，竟真被说服了，不亲身上战场，而是临时决定与钟离雪一同前往神庙祈福了。一道前去的队伍里还多了一道身影，正是被突然提拔为侍卫长的宁宇。这其中自然少不了钟离雪的一番运作。他乖巧了好一段时日，老王爷的气终于消了。本就是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女儿，老王爷到底还是禁不住软磨硬泡，答应了他的请求。你将她留在身边玩玩可以，但切不可当真，毕竟谢艳如才是你名正言顺的王婿，你要有分寸，听见了吗？男人可以三妻四妾，钟离雪身为高贵的王姬，自然也可以收个男宠，无伤大雅的玩一玩了。一路上，钟离雪完全无视谢艳如难看至极的脸色，时不时就召宁宇过来说说话，替他擦擦汗，喂他一些果子糕点什么的。看着少年羞赧泛红的一张俊脸，他心情实在妙不可言。他总算明白那些风流帝王坐拥后宫佳丽是什么滋味了。在即将抵达神庙时，马车里的谢艳如终是开口了，似笑非笑，智娘，你为了气我，这一路折腾，究竟累不累？钟离雪直接将手里糕点的朝他脸上砸去，呸，少给自己贴金了，我身为王姬，爱宠幸谁就宠幸谁，犯得着做给你看吗？谢艳如伸手接住那糕点，淡定自若地塞进嘴中，细细品味道，也算你亲自为我吃了一块，不枉我一路舟车劳顿，伴你同行了。钟离雪气结，拿起手边暖炉还欲再砸，谢艳如却忽地低声说了一句，其实我知道你想做什么。他抬头直视他的双眸，微扬了唇角，你要为你的小情郎铺路，对吗？宁宇出身家奴，地位卑微，难以出人头地，钟离雪想让他的路更顺一些，少吃点苦，便自然得多花些心思。谢艳如没说错，他想方设法将宁宇带到神庙，给他护卫一职，就是想让他立下一记大功，真正摆脱家奴身份。上一世，他在神庙中焚香沐浴时，于玉清池内遇刺，是谢艳如奋不顾身地护卫了他，从此彻底获得了他的信任，也让他深陷于他柔情蜜意的虚假面孔下。这一世，这个护卫立功的机会，钟离雪自然要留给真正珍视他的人了。他不会再辜负宁宇的情谊，更不会轻信谢艳如的承诺，为了自己，也为了钟离王室，他一定要休夫，再择王婿，扭转整个钟离家族的命运。他们说他配不上你，你便要给他身份地位，叫他配上为止，可你明知道他日后迟早会成为一方霸主，你就这么等不及吗？马车里，谢艳如的声音悠悠响起，聪慧如他，一切都洞若观火，尽在心间。钟离雪也毫不遮掩，直截了当道，当然，与你朝夕相处的每一天都令我厌恶无比，只要能早点摆脱你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。直白的话语回荡在车厢中，谢艳如脸色微微一变，却依旧按捺住了所有情绪，只扬起唇角，轻轻一笑。智娘，我喜欢你如今的张牙舞爪，这让我觉得你活得很好，活得生气蓬勃，不再是从前宫里那个死气沉沉的皇后娘娘，我很喜欢如今眼前这个活生生的你。矫情莫名的一番话，直叫钟离雪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他终于忍无可忍，将手边那个暖炉砸了出去。有病快去治。6. 为了等刺客，钟离雪几乎是天天泡在那玉清池里，奈何左等右等，那帮刺客就是不来。刺客是钟离王室的旁支派出的，目的是争权夺位，除掉钟离雪这个唯一的继承人。上一世，谢艳如不仅替他挡下了致命的一剑，保住了他的性命，还以雷霆手段查出幕后主谋，将那野心勃勃的旁支连根拔起，免除了王室动乱。这一世，钟离雪自然希望将这些功劳全都安到宁宇头上，此后他便可名正言顺地提拔他，叫他平步青云，不再桎梏于家奴身份，能大展拳脚，成为那个真正有资格站在他身旁的人。宁宇得到了钟离雪的暗示，日日守在玉清池外，还暗中布置了不少埋伏，就等着来一个天罗地网，瓮中捉鳖。这一夜，月冷风清，钟离雪又踏入了玉清池。门口，宁宇红着俊秀的面孔，又从怀中摸出了一个小木雕，虔诚地递给了钟离雪，送给大小姐。他雕工极好，每隔几日就要送给钟离雪一个小小木雕，或是一只小兔子，或是一匹小马驹，个个都活灵活现，惟妙惟肖。
这虽是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，但钟离雪却爱不释手，精心收在了檀木匣中，每夜睡前都拨弄一番，倒也别有趣味。这一次，宁宇送上的是一只憨态可掬的小松鼠，手里还捧着一只山果吃，别提多喜人了。钟离雪忍俊不禁，笑出声来。宁宇微微红着脸，摸了摸后脑勺，小声道：在后山的树上看到的，我还给他喂了吃食，下次如果……他似乎鼓足了勇气，终于直视着钟离雪的眼眸，说出了那句酝酿许久的话：如果大小姐得空，我可以带大小姐一起去后山，我们一起去给她喂东西吃，大小姐愿意吗？少年的心仿佛跳得极快，忐忑地等待着钟离雪的答案。夜风扬起他的衣袂发梢，月色照在那张眉目俊秀的脸上，熠熠发光。钟离雪一时有些恍惚，似乎有一道将军的身影与少年重叠起来，他向他伸出手，也是在朗朗月下，对他一字一句道：大小姐，我带你走，钟离王室没了，但我会护住你，哪怕战火纷飞，天下动乱，我拼尽这条性命，也绝不会再叫你吃一点苦头。那一年，那一次，那一眼，如果他真的跟他走了，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？眼眶不觉间氤氲湿润，钟离雪深吸口气，握紧了手中的松鼠木雕，就像握紧了这一世的命运般。他直直望向少年，莞尔一笑，语气温柔而坚定：好，我愿意跟你一起去哪儿都可以。顿了顿，他在夜风中又轻轻说了一句：谢谢你，宁宇，我很欢喜。揣好那松鼠木雕，才一踏进门，钟离雪便被一只手拉扯住，身子被按在了门上，天旋地转间，他才想惊呼求救，嘴巴便被人重重捂住了。下一瞬，他对上了一双妒火中烧的眼眸。跟你的小情郎说完话了？几个木雕就让你感动成这样，亏你还是当过皇后的人，究竟是有多没见识？谢艳茹紧贴着钟离雪的身体，俊美的脸上带着3分调笑，7分怒意。钟离雪毫不犹豫地咬上那只手，挣扎喘息道：滚开，别碰我，快出去。为何要出去？我是你名正言顺的王婿，来伺候你不应该吗？谢艳茹捏紧钟离雪的下巴，栖身凑近，盯住了那嫣红的双唇。你仅可以再喊大声一些，你的小情郎可就守在门外呢，你我夫妻间若要做什么亲密之事，我是不怕他听见的，就怕你放不开，不尽兴。无耻！钟离雪忍无可忍，一把推开谢艳茹，抬手就要扇过去，手腕却被谢艳茹凌空扣住。我如何无耻了？你身上哪一处地方我没瞧过，没碰过？从前那一世，你我床子之间的恩爱之事，难道还做得少吗？他反手又将她压在了门上，气息灼灼间，另一只手已经探入了她衣内，顺着她纤细的腰肢一路往上。智娘，我等不及了，我们今日就在这玉清池内圆房吧。